距离超人被策反已经过去1个月，迪哥化疗回归，大超再现摇人啊！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在超人凯尔降临斯莫维尔前，同父异母的兄弟泰尔罗先一步来到地球，被当作怪物追杀折磨。泰尔最终发起反击，他化名摩根艾奇，将孤独堡垒选在沙漠。摩根发誓一定会让克星重现。与他不同，凯尔被肯特夫妇收养，更名为克拉克·肯特，享受了该有的幸福。他成为了超人，守护世界，成为丈夫，拥有爱情，成为父亲，家庭美满。这一切和平被摩根改变。此人利用克星技术歼灭者，将家乡人的意识转移到地球人身上。克拉克为了阻止他，耗尽力量。摩根想让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加入自己，重建克星文明。克拉克自然不同意，他认为生命是平衡的，没有高低之分。摩根见状，只能以家人为要挟，逼得超人弃明投暗。被带走前，克拉克暗示路易斯联系钢人约翰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大都会，约翰并不知晓超人的身份，他来此寻找妹妹的二童身，希望能和这个世界的家人见一面。很快，他接到了路易斯的电话，超人已被策反。此时，克拉克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并且指数还在翻倍增长。只要能掌控超人，剑客大业不再是梦啊！但作为钢铁之躯，并不是任何意识都能够转移。他们给超人选了一个最强的意志——佐德将军。此时，路易斯迟迟没有挂电话，他现在被水淹没，不知所措，但不能打击儿子们的信心。你们的爸爸总会抗争到底，他一定会赢，超人一定会赢。然而，安慰并不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希望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合过眼了。山姆更是动用了国防部的全部资源，依然寻找不到超人的下落。他作为一个将军，要提防这个强大的武器落入敌手。但作为一个父亲，他要救回女儿的挚爱。众人一夜未眠，两兄弟连吃口饭也吃不下。乔丹更是自责到了极点。作为家里第二个拥有超能力的人，爆发所有力量后却被摩根像个吉娃娃一样打了出去。乔丹认为自己是废物，没有任何能力的乔纳森却满怀希望。他鼓励弟弟静气凝神，把心思全都放在听力上。别说你做不到，老爹的生死就靠你了。下定决心的哥俩打算找个偏僻的地方尝试一下。屋里，约翰了解了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沙漠在地球上占了2成以上，想要在那里找到一个人难如登天啊！约翰当机立断做出决定，我们不能去救超人，而是要想办法杀掉他，阻止末日到来。超人让你们联系我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星球灭亡前无法讲究个人感情，在约翰的世界里，超人仅仅用了7分钟就踏平了大都会，况且友方还找不到超人的下落，谁也不能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的超人是否还存在。这并不是路易斯喊他来的目的，他坚信超人不会放弃。山姆就显得冷静得多，约翰说的可能性很大，所以他准备好了7734计划的所有武器。约翰却告诉他，我有个更屌的武器啊，这玩意儿一旦锁定克星人，直接就能跟踪到死，爆炸所产生的力量会克了克星人，克到我们杀死对方为止。这是他当时和卢瑟共同研发的技术，可惜还没来得及实践，就意外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不管怎么样吧，这武器耗尽了他和卢瑟的心血，一定会有作用。这导弹可不简单呢。山姆向天眼会寻求了帮助。另一边，乔丹已经能够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了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啥也听不懂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些声音里并没有父亲。对超级听力的熟练度还处于新手期的乔丹想过放弃，乔纳森就站在一边一直鼓励他。哥俩认为父亲可能并没有出生，所以找不到他。拉纳一家现在活得也不轻松啊！这对夫妻当初可是力挺摩根建设斯莫维尔，百姓们肯定是拿到了好处。但歼灭者的事儿一发生，夫妻俩的所有积极努力都被遗忘了。凯尔为此被工作单位排挤，不能上班，去趟镇上还会被邻居唾骂。他们从来不想自己占的便宜，好事我得拿到，坏事必须你扛啊！这让凯尔一家土生土长的斯莫维尔人变成了过街老鼠。路易斯作为受害者之一，却在鼓励他们一家振作起来。人们现在不理解，但我迟早为你们洗脱冤屈。这次见他们还有别的事情，路易斯想知道被歼灭者控制后有什么症状。拉纳直接断片，但凯尔有种想冲破的感觉。他能够看到家人，也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，但最终还是失去了主权。不过凯尔挣扎反抗过，这个消息对路易斯来说绝对是好事。以克拉克的意志，绝对不会轻易被控制。正如他所料，克拉克现在正在与佐德将军的意志对抗。他忍受着剧痛，冲出了堡垒，大喊起了乔丹的名字。这一瞬间，儿子感受到了，并努力与父亲建立对话。克拉克说出了自己的位置——恶土国家公园，但下一刻就被摩根掐住了脖子。摩根警告这俩小崽子，你们叫谁来也没用，因为下次见面，超人将不再是你们的父亲。与此同时，天眼会莱拉派人送来了装备，
正是快递小哥。司机侠上任期间，负责为奥利弗开专车，下任后肩负起了各个剧组的派送工作。男人真是难呢。作为老战友，迪哥感慨克拉克会挑地方生活。可当路易斯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后，当场暴走。父亲竟然联手约翰打造起了对付超人的武器。可当迪哥得知约翰的真正身份后，当场暴走。小山姆啊，你摊上事儿了！平行宇宙干掉超人，我和莱拉绝对不允许你们这么做。路易斯连忙说出转移过程能够反抗的事儿，可惜已经撼动不了大局。迪哥气得脸都黑了，转头俩孩子冲了进来，正是乔丹、乔纳森。他们带来的消息足以帮助国防部定位到超人。紧接着，乔纳森把摩根的警告也说了出来，这更加坚定了山姆的决心。眼下这种危机，他不得不放弃父亲的身份，为了人类而去着想。到时候他要派约翰出战，直接干掉超人。路易斯思前想后叫来了约翰，他决定把超人的身份坦白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袒护超人？因为他是我的丈夫，我儿子的父亲。超人就是克拉克·肯特。一种植物从约翰嘴里脱口而出，我操！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。就算是你丈夫也不行啊，这是世界危机，我不能带入私人感情。到时约翰会毫不犹豫干掉超人。路易斯这波哭求彻底失败呀，不愧是钢人，钢铁直人呢。另一边，迪哥一顿指责山姆。你我都知道克拉克代表着什么，如果奥利弗在这儿，他会比我更直接的阻止你。艰难的不是决定山姆，而是你对克拉克有多信任。此时约翰走了进来，迪哥直接走到他面前，我希望你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说完转身离去。能求的人都求了，路易斯穷途末路。凯尔带着妻女回到家，发现房屋被喷上了滚出斯莫维尔的字样，这让他心里很难受。为何人们总是要抓着自己不放？出发点明明是为了小镇，出门在外骂了一句我忍了，现在都欺负到家里来了。建设没见他们出力，排挤倒是齐心协力。这时候拉娜和女儿安抚了他的情绪，不管他们怎么看，我们一家不能放弃。他们开始清洁房屋，在这孤立窘迫的境地里，皆能寻得一丝欢乐，患难与共。 See, one thing you gotta know, Sarah, is that your mama, well, she's always right. She's gonna take a little bit of paint thinner and some good old American muscle. Look at that. Sorry, just the hose malfunctioning. Maybe you could give it some American muscle. 在更痛苦的折磨下，克拉克终究被佐德将军掌控，他将用这副身躯灭绝人类。终于，国防部在恶土国家公园找到了摩根的堡垒。山姆当即下令让约翰行动。行动前，约翰检查了所有武器，分析了地形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乔纳森瞒着所有人找到了他，在房车上，乔纳森看到过约翰的记载。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他一清二楚，这次来自然是希望约翰留守。你会为了家人战斗，我的父亲同样也会，大家都来说情。这让约翰难免犹豫，可每当他想起家乡的遭遇，约翰就会放弃所有感情。他赶到了摩根的堡垒，片刻后就传来了撕裂天空的声音，超人来袭了。尝试唤醒无果，约翰只能与其开战。只是一个瞬间，国防部就丢失了约翰的信号。此时的他已经被推到了太空。约翰向山姆传去消息，超人已被策反，约翰有权利反击。可想而知，他并不是大超的对手，动用导弹还需要考虑摩根。John, you can't beat him. You have to make him remember who he is. 听到了无线电里路易斯的声音，超人突然分心了。约翰紧接着两锤打出了他的意识，导弹已对准了超人。克拉克变得极其痛苦，他恳求约翰杀了自己，拯救所有人。约翰见状，解除了武装，掐断了与国防部的通讯。他告诉克拉克：“你的家人都在等你啊，兄弟！你若不反抗，摩根会杀了所有人。” Right now, you got a chance to fight. You remember who you are, and you fight back, damn it! 克拉克恢复正常，约翰拉起了他，然后告诉国防部超人归来。所有人终于松了口气，但事情还没结束，他们还得去对付摩根。这一系列动静，摩根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啊。佐德的意识彻底消失，他带着歼灭者离开了堡垒，继续去完成使命。身后，克拉克与约翰紧追不舍，
逼近射程内，导弹终于锁定了摩根，安排克拉克避开范围。约翰直追上太空，摩根只能选择鱼死网破，他把全部力量聚集在了歼灭者上。随着一阵巨响，导弹爆炸，歼灭者消失，摩根彻底失去了意识。不久后，超人回到了家人身边，紧紧抱住了他的小世界。随即，约翰也赶到了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He's on our side. 到最后，他还是选择了帮助路易斯。这俩小子真不错呀！但晚饭我就不吃了，该去国防部善后了。斯莫维尔的事暂时平息。目前莱斯利还在潜逃，只要抓住他，国防部就能撤离小镇，大功告成。临别前，山姆告诉克拉克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质疑你。但摩根的计划就止于此了吗？自然没这么简单的。目前播出的12集极其高能，第一季果然一点不带水啊！若有后续，我们只能观望。快递小哥的客串也在意料之中，毕竟他的联动就是四处送装备呀，完全是有可能让所有粉丝重新眼熟，再去继承登界的套路。但我这样说一句话，台词消费奥利弗的行为，你马桶台啥时候能放一放？当个人吧。本集呢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，大超这俩儿子真争气啊！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且看下集晚节不保闪电侠呀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